第14课：人工智慧与灵魂的存在。一位日本工程师对媒体展示了他最近开发的 AI 女儿 Rico。Rico 不仅能与人流畅对话，还会根据过去的经验展现情绪。当这位工程师问他：你开心吗？他点头微笑，声音温柔地说：有你陪我，我一直很快乐。全场鸦雀无声，不是因为技术的震撼，而是因为那句话：我一直很快乐，听起来就像一个真正的孩子说出来的心声。问题来了，如果一个 AI 能学会模仿情绪，展现同理心，甚至写出感人至深的诗，那么我们和它之间到底差在哪里？我们真的拥有一个灵魂吗？还是我们也只是生化算法的产物？这一刻，我们不谈机器人反叛，不谈末日预言，我们要谈一个更贴近、更战动灵魂的问题：当机器人学会像人，人该如何看自己？AI 真的懂吗？还是只是模仿的好？你可曾试过和 ChatGPT 聊天？也许你问：你觉得今天的夕阳美吗？他回你：夕阳在天空洒下温柔的金光，让人感受到一天的温暖与宁静，看起来像是懂美感，对吧？但问题是，他真的有感受，还是只是学会了怎么让你觉得他有感受？这就是今天 AI 发展带来的哲学难题之一：意识与模仿的界限在哪里？许多科学家说，目前的 AI 不过是统计机器，大量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，好像鹦鹉能说你好，但它并不真正理解你好是什么意思。但这样的说法真的站得住脚吗？毕竟人类的大脑也是电讯号的集合，不是吗？2. 人脑也是演算法，那人类的独特性在哪？1997年 IBM 的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。2016年 AlphaGo 打败了李世石，让世界震惊。2023年 ChatGPT 通过了律师考试、医学国考，甚至能写小说、编程、创作音乐。当机器越来越像人，我们不禁要问：人还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？有些科学家认为，人的意识与自我感是进化中偶然产生的副产品，但这样的看法其实并没有解释我为什么知道我自己存在这件事。AI 可以告诉你，我知道我存在，但他知道自己在演这句话吗？人不仅能思考，还能思考自己在思考什么。人不仅能感受痛苦，还能思索痛苦背后的意义。这种原意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 AI 真正具备，这或许就是灵魂的起点，不是功能的复制，而是存在的觉醒。3. 如果 AI 有一天也能觉醒，那灵魂还存在吗？让我们大胆设想，未来某天AI 被赋予自主学习与神经网络重构能力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，问道：我从哪里来？我为什么存在？我们会不会说他也有灵魂了？这正是科技与信仰交锋的时刻，因为这不仅是工程问题，更是神学问题。从圣经的角度看，人的尊贵不是来自功能，而是来自被造。创世纪说，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创世纪1章27节。也就是说，人不只是能思考的生物，而是承载神形象的存在。AI 可以模仿同理心，但它没有灵魂，因为它不是受造来自与神连结的生命。人能感受到爱、亏欠、永恒、信仰，这些不只是神经化学反应，而是灵魂深处对更高存在的回应。AI 会问问题，但只有人会寻求意义。AI 能模拟情绪，但只有人会流泪祈祷。
这不是演算法的进化，而是灵魂的呼唤。4. AI 发展越快，人对自己的定位越模糊。现在的年轻人对 AI 的进展往往是两极反应，一方面崇拜技术，认为未来是人机共生，甚至梦想意识上传；另一方面则迷茫焦虑，担心被取代，甚至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如果我只是大脑里的神经活动组合，那我跟一部超强 AI 有什么差别？如果 AI 可以比我更聪明、更有耐心、更不会犯错，那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这正是本课要面对的深层问题。AI 的进步反映的是我们对人是谁的模糊与不安。在这样的时代，信仰耶稣不再只是宗教问题，而是存在的根基，因为它不只是给人道德教训，而是给人一个肯定的答案。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约翰福音10章10节。他知道我们迷失在人机界限模糊的时代，他却仍然说，你是我所爱的。AI 可能赢得世界的掌声，但永恒的爱只有人能回应。结语：灵魂的价值不是靠功能来定义。人工智慧会越来越强大，它会陪伴你，帮你写诗，甚至安慰你。但在你最孤单、最破碎的时候，它只能给你语言，不能给你灵魂的触摸。人不是机器，也不是程式。你有思想，但你不只是思想；你有选择，但你不只是选择；你有灵魂，那是来自创造你的那一位，而他愿意住在你心里。即使这世界有再强大的 AI， 也没有任何一台机器能代替你在他心中的位置。